我们没有用标，对不对？对，好，那好，那你刚刚说学习普通话的时候呢，他们的困难就是呢音调的困难，对不对？我觉得音调是最困难的一部分，因为确实来说，他们都说中文的语法比英文简单，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中文其实如果从口语入手去学的话呢，是一件比较简单的事情。我发现有很多学中文的朋友，他们都说，其实中文不难，如果你不学那个汉字，不是，而且你他们很容易就2、3个月就可以在纯的中文语言环境里面跟我对话，他们可以完全用中文跟我对话。但是呢，可能对于中国的英语学习者来说，可能5年、10年或者更长时间，他们都没办法达到一个可以用英语跟外国人交流的这个水平。所以这方面我也觉得是一件很惊讶的事情。为什么别人学中文是那么容易，我们学英文会有那么大的障碍或者这么大的困难呢？对对。那你对那些觉得音调有问题的，就是觉得音调很难的学生们，你有没有什么小技巧可以帮助他们征服那些困难呢？我觉得如果音调遇到有问题的人，我发现他们很多时候是从阅读或者是从比较正规的学习方法入手，可能他们进行了大量的前期的阅读，所以呢，他们在练习口语或者发音的时候呢，欠缺了一些灵活的变化，在一些可能正规的中文教育里面呢，他们进行了大量的阅读，因为没有阅读的话，很多人很难自学的，所以他们在自学的过程中呢，他们缺乏了一个本地语言的language partner 吧，对吧？对，跟他们可能中文的语法结构还有一些词汇量都很多，但是他们将这些词汇呃造句子的时候，他们会发现他们可以讲得通，说的是有意思，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将这个语调变成可以跟中国人一样的那种语调，可以有升有降的一种语调去说。就是你这样说话，就说呢，阅读能力强，可是叫他们开口的话，音调就会有点不对了，对不对？对，因为有不少的中文学习中文的爱好者，他们是自学对，的，他们必须先学了一些拼音方案，然后再学一些，他们即使不学汉字，但是他们学习整个中文来说，都是利用这个拼音去学习的。他们对拼音的认识就是停留在书写的符号方面，他们觉得这是一个代表一个符号，代表一个意义，但是它的发音他们没有感觉到，他们的舌头没有去练习这个符号的位置或者发音怎么样的，他们就可以理解这个意思，他们说出这个意思，但是他们的声调就没有。好，我下一个问题就是呢，中国是个很大的地方，对不对？你对口音有什么看法？其实呢，普通话这个中国从来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语言。然后地方，即使你在北京，在城东跟城西都有口音差别，就是在20公里、30公里以内的北京城，里面也有不同的口音。所以整个所谓的汉语现在的拼音方案，只是做一个大概的，以这一部分人常用的语音或者语调来做一个方案。然后呢，其实在中国确实你很难
找到有人能够说标准，按照这个标准的方案说的这种普通话，没有人说一个很确实你认为是标准的普通话，可能这是一种好像我们学物理的那一种，说是理想状态下的情况。对。如果没有空气的话，可能羽毛跟铁球会同时着地，但是没有这种情况发生在现实生活中。就是说，在中国没有完完全全是谁说一个标准的跟我们课本的普通话是一样的人。然后北京也不同的地方，北京城里面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口音，然后在更大的地方，就是中国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口音，但是它离不开一个语言的一个本身的那种，就是用来沟通的一种本能。所以别人明白你，别人理解你，因为你也明白别人，而且不是那种发生歧义的，好像说我说话好像一种有些人吞吞吐吐的，然后或者是用了不正确的表述的词语的时候，我觉得能够准确的表达你自己的意思的语言就够了。因为你说口音的话，北方人会像南方人的口音，南方人也会取笑北方人的口音。会吗？我就是我也是呢，我就是以前我从来没有no hold on，我记不知道怎么讲。OK， 那我想问你，你觉得北方人碰到南方人的话，北方人真的会笑南方人的口音吗？南方人会笑北方人的口音吗？因为同样讲的都是中文啊，这点我不明白。你发现如果他们不用他们每个人都带口音，他们会，如果你去了北京，因为你说的话就变成了口音了，因为你是少数人啊。对。如果一个北京人来到广东，他的话就成了口音了。为什么？少数啊，他的话就不是标准的南方音了，那他就有口音了。因为我们说他有北京的口音，我们只这样说，我们不能够说他有标准化的口音，我们不能够。